等秋天开箱之时，再给大家展示成败与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。我花了3期视频的时间来讲鱼肠，本来以为今年的鱼肠告一段落，没想到又拿了100多斤。这次是家人直接拿回来的，可是我该施的肥也施了，不该施的也施了，一下子又多了100多斤要处理，这算不算幸福的烦恼啊？看看满满的3大桶，看来又是练习挖坑技能的一天啦。上次把果树、月季、绣球都埋上了，包括院子正中间的一棵松月樱，也用洛阳铲下了点肥。今天打算把一南一北2棵樱花树也埋上鱼肠。北面这棵是最常见的晚樱关山樱，由于2个月前刚在它旁边埋了一大袋子厨余堆肥土，现在很好下铲子，但能埋的空间并不大，倒上了半桶，再覆土撒咖啡渣去味道。南面这棵是染井吉野樱，也是我们无锡源头主最负盛名的樱花品种，同样挖个坑埋上了半桶鱼肠。这时候发现还剩2桶，只好在晚樱的右边也挖坑埋肥，也不知道今年春天它会不会多开点花。经过前2次埋鱼肠，我们深知挖坑需要耗费多少体力，而且该施肥的也都施了，没必要多埋，但剩下的鱼肠也不能浪费了，所以打算做一桶鱼肠制肥，留到今年下半年追肥用。我决定用这个大储物箱制作肥料，先在箱内多套几个塑料袋，防止渗漏，然后铺上1层原土和一定厚度的咖啡渣。咖啡渣还是刚从店里扛回来的，冒着热气。这次采取的方法就是1层土1层咖啡渣，撒上少量EM菌1层鱼肠，然后循环往复，EM菌、咖啡渣、土，如此铺了3层鱼肠。这是我第1次做鱼肠堆肥，由于我平时不在家，没有翻堆的机会，所以做的厌氧制肥，所需时间比较久。如果讲究点的话，你可以把鱼肠和咖啡渣或者木屑等材料搅和均匀，让它们充分接触，其中可以加上一些农业用糖、EM菌，再来做发酵，速度更快。如果图省事，我觉得最不用动脑的方法就是直接埋地里，除了费体力，算是最简单的了，发酵速度也不慢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把鱼肠分3层装箱了，袋子扎起来，盖上盖子，里里外外缠上薄膜，最后封一圈透明胶，再压上防水袋和砖块，放到角落，静静等待它分解完成就可以了。由于第1次制鱼肠肥，我打算等待足够久的时间，以免被熏晕。等秋天开箱之时，再给大家展示成败与否。对了，前几期视频有很多花友问我埋鱼肠臭不臭、腥不腥？今天我有了进一步的答案。上次埋的都是当天新鲜鱼肠，完全不臭不腥。不腥主要是因为低温。这次的3桶是家人拜托朋友攒的，等我回家才拿来了，期间放了4天，已经有一点臭味了。老实说，我有点受不了，虽然只有一丢丢臭味，所以建议大家去菜场要当天的新鲜鱼肠，要回家了马上买起来，别拖。下期视频将给大家介绍我在立春当天的月季清源修剪操作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觉得有用点赞收藏，助力 UP 更新。感谢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，喜欢的话欢迎关注和一键3连点小心心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